很多人都看过《倩女幽魂》，但很少有人发现他拍的根本不是鬼。提起这部电影，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兰若寺的夜雨、聂小倩的白衣，还有那段凄美的人鬼爱情。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被无数影迷封为华语鬼片的巅峰。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才发现《倩女幽魂》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爱情，那些妖魔鬼怪未必真的是鬼，而那座阴森破败的兰若寺也未必只是一座闹鬼的寺庙，它更像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属于80年代香港的缩影。那个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每个人都在拼命追逐财富与未来。可繁华的背后，焦虑、迷茫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也在不断蔓延。这一切都藏进了《倩女幽魂》的故事里。所以今天再看这部电影，它早已不只是一部爱情片，更像一面照见时代的镜子。那么，兰若寺为什么会被拍得如此诡异？聂小倩、宁采臣和燕赤霞又分别映射着怎样的一群香港人？今天我们就来重新聊聊这部很多人看过却未必真正看懂的《倩女幽魂》。如果说《倩女幽魂》最经典的场景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兰若寺。夜雨、残墙、断梁，屋顶漏着雨，蜘蛛网挂满佛像，到处都是腐朽和死亡的气息。第一次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这里当成一座普通的鬼屋。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徐克和程晓东真正想塑造的从来不是恐怖，而是一种秩序彻底崩塌之后的世界。电影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兰若寺原本是一座寺庙，按照传统观念，寺庙应该是供奉神佛、主持公道、劝人向善的地方，它代表着秩序，也代表着规则。可电影里的兰若寺，佛像已经残破，经幡四散飘落，和尚早已消失，整座寺院没有一点神圣的气息，反而成了妖魔鬼怪盘踞的巢穴。换句话说，真正消失的不是寺庙，而是寺庙所代表的那套价值秩序。当主持正义的人离开之后，剩下的自然就是弱肉强食。于是我们会发现，兰若寺里几乎没有任何规则，树妖姥姥控制着所有女鬼，把她们当成工具，不断引诱路过男子，再把她们送给自己，吸食阳气。女鬼没有自由，书生没有选择，连鬼也不过是另一种奴隶。所以兰若寺真正恐怖的地方，从来不是有鬼，而是没有规则。这种设定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聊斋》的原著。徐克保留了蒲松龄的人鬼故事，却把它重新包装成了一部属于香港80年代的电影。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年代？因为《倩女幽魂》上映于1987年，那正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商业越来越繁荣，整个社会都在向前狂奔。可越是繁华，人们内心的不安反而越明显，竞争越来越激烈，欲望越来越膨胀，每个人都在拼命追赶，却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种说不清的迷茫也慢慢流进了当时的香港电影。所以你会发现80年代末的很多经典港片都在讨论同一个命题：人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里，究竟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秋天的童话讲的是漂泊，英雄本色讲的是失去，胭脂扣讲的是执念，而倩女幽魂讲的则是迷失。宁采臣误入兰若寺，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误入欲望与现实交织的世界。所以电影里的兰若寺早已不只是一座闹鬼的古寺，它更像一座精神迷宫。这里有金钱，有欲望，有暴力，也有人情，唯独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在寻找出口，却不知道出口究竟在哪里。也正是在这座兰若寺里，聂小倩、宁采臣和燕赤霞走上了3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看似是在降妖除魔，实际上是在寻找那个没有人能够轻易找到的答案。如果说兰若寺代表的是那个失去的时代，那么宁采臣、聂小倩和燕赤霞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3种人。很多人第一次看《倩女幽魂》记住的是爱情，可长大以后再看，你会发现这3个人没有一个是真正自由的，他们都在挣扎，只是挣扎的方式不同。先说聂小倩，很多人都把她理解成一个美丽的女鬼，但实际上她更像那个时代里被命运裹挟的一群普通女性。电影里，她每天都要奉姥姥的命令出去勾引男人，不是因为她喜欢，而是因为她没有选择。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她就会受到折磨，甚至连魂魄都永远无法得到安息。所以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她一直在骗人，因为这是她唯一活下去的方法。直到遇见宁采臣，她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相信自己。这个变化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徐克和程晓东拍的从来不是一个女鬼爱上书生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压迫之中的人重新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放到1987年的香港来看，这种人物设定就更有意思了。80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走进职场，社会看起来越来越现代。可另一方面，传统观念并没有真正消失，女性依旧要面对家庭、婚姻、身份等各种束缚。她们拥有了更多自由，却又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聂小倩身上的矛盾其实正好映照着那个时代女性共同面对的困境。她渴望自由，却始终活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里。所以电影最后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她有没有轮回，而是她终于可以自己决定一次人生。相比之下，宁采臣代表的则是那个时代越来越少的一类人，理想主义者。电影里的宁采臣没有武功，没有背景，也没有钱，他只是一个普通白面书生，胆子不大，甚至还有点窝囊，一路上不断被骗，不断吃亏。到了兰若寺，连住店的钱都付不起。这样的男主角放在今天很多商业电影里几乎不会出现，因为他一点都不像英雄。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成为了整个故事最重要的人物。很多人觉得宁采臣最大的特点是善良，其实不是，真正难得的是他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还有信任。别人骗他，他还是相信别人；别人威胁他，他依旧选择帮助别人。哪怕知道聂小倩是鬼，他想到的也不是逃跑，而是救她。很多观众觉得这种设定太理想化，但如果结合香港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很好理解。80年代的香港，经济越来越繁荣，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与人之间开始变得越来越现实，效率、利益、财富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传统儒家社会强调的人情、道义、诚信，开始慢慢被商业逻辑取代。宁采臣身上那些近乎笨拙的善良，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格格不入。他不是不会算计，而是不愿意算计。这种坚持让他看起来像个异类。也正因为如此，宁采臣才会一直显得那么孤独。很多人说《倩女幽魂》讲的是人鬼恋，可实际上人与鬼之间最大的距离反而没有人与人之间那么远。电影里真正相信聂小倩的是宁采臣，真正利用他的却全都是活着的人。这恰恰说明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鬼，而是人心。而这3个人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一直都是燕赤霞。小时候觉得他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道士，后来才发现他才是整部电影最悲剧的人。电影里有一句很多人都会忽略的话，燕赤霞曾经做过官，后来辞官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靠讲道理就能解决问题了。于是他躲进兰若寺，远离人世，每天喝酒练剑，表面看起来潇洒，其实是一种彻底的失望。所以燕赤霞不是隐士，更像一个主动退出时代的人。他依然相信正义，却已经不再相信现实。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一边说不要多管闲事，一边又忍不住一次次出手救人。因为他嘴上放弃了，心里却始终没有放弃。这种人物其实特别像80年代香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老派英雄，他们有能力、有原则，也有担当。可是面对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现实的社会，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位置。所以燕赤霞一直都是孤独的，因为他坚持的那套价值观正在一点一点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把这3个人放在一起，电影真正讲述的东西就出来了。聂小倩代表的是被时代束缚、渴望自由的人，宁采臣代表的是仍然相信善良却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人，燕赤霞代表的是坚持传统道义却不得不退出舞台的人。他们3个其实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兰若寺，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外面的世界。所以《倩女幽魂》真正令人难忘的从来不是人鬼相恋，而是3个找不到归宿的人在一座早已失去秩序的废墟里彼此照亮了对方。也正因为如此，30多年过去，观众记住的是他们身上那种明知道结局不会圆满，却依旧愿意相信爱情、相信道义、相信善良的勇气。而这份勇气也正是1980年代香港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如果说人物承担的是电影的灵魂，那么真正让《倩女幽魂》封神的其实还是它独一无二的电影语言。直到今天，很多观众依旧能一眼认出《倩女幽魂》的画面，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几乎无法复制的视觉风格。而这一切离不开2个人，一个是监制徐克，一个是导演程晓东。很多人都知道徐克是香港电影最富有想象力的导演之一，但很多年轻观众不知道的是，真正让《倩女幽魂》区别于传统鬼片的正是徐克当年坚持的一件事情。他不要拍恐怖片，而是要拍一部介于爱情、武侠、奇幻、恐怖之间的新电影。
在1987年的香港，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因为那个年代的鬼片大多数还停留在惊吓观众的层面，而徐克想做的却是创造一个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新世界。所以你会发现，《倩女幽魂》的画面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整个电影几乎一直漂浮在一种似梦非梦的状态里。树林永远弥漫着浓雾，月光永远透着青蓝色，人物总像漂浮在空气里，连时间都变得模糊起来。这一切其实都是徐克刻意打造出来的一种不真实感，因为兰若寺本来就不是现实，它更像人的潜意识，在那里善恶开始混杂，欲望开始放大，现实世界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在那里找到出口，而程晓东负责完成这一切。作为香港动作电影极具创造力的导演之一，程晓东没有按照传统武侠去设计动作，他让所有角色都飞了起来。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威亚，可放在30多年前，这种设计几乎颠覆了观众对动作电影的理解。聂小倩飘过树林，燕赤霞御剑飞行，束腰的长蛇在树林里不断穿梭，人物不断突破地面的束缚，整个空间仿佛失去了重力。这种动作设计其实不仅仅是在追求视觉奇观，它更是在不断提醒观众，这里已经不是现实世界，所有规则都已经失效了。所以后来无论是青蛇、东方不败还是蜀山传，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充满东方幻想色彩的视觉风格，他们几乎都能追溯到《倩女幽魂》。可以说，《倩女幽魂》重新定义了香港奇幻电影的美学标准。除了画面，电影最不可替代的还有音乐。很多电影观众可能已经忘记剧情，但只要《倩女幽魂》的旋律响起，几乎所有华语观众都会瞬间回到那个夏天。黄沾写下的《倩女幽魂》并没有刻意渲染恐怖，反而充满一种说不出的苍凉。电影里没有人真正停下来，也没有人真正得到归宿，所以这首歌真正打动人的不是旋律，而是宿命感。它不像传统爱情歌曲那样歌颂圆满，反而始终带着一种注定失去的悲伤。这种情绪和整部电影完全融为一体。除此之外，电影对于光影和色彩的运用同样极具创造力。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电影里几乎没有真正温暖的阳光，大量场景都采用蓝绿色、灰黑色作为主色调。这种偏冷的色彩让现实和阴间之间的界限出现模糊。尤其兰若寺，月光照不亮树林，蜡烛驱散不了黑暗，人物永远被阴影包围。这种视觉设计其实是在告诉观众，真正危险的不是黑夜，而是整个世界都已经失去了秩序。而每当宁采臣和聂小倩相处的时候，画面又会突然柔和下来，烛光开始变暖，轻纱随风飘动，人物被柔光包围，现实与幻想，爱情与死亡就在同一个镜头里不断切换。更重要的是，《倩女幽魂》里的鬼其实从来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鬼为什么存在。电影里的树妖代表的是对生命不断掠夺的权利，黑山老妖代表的是无法逃脱的秩序，而那些游荡在兰若寺里的孤魂野鬼，其实都是时代洪流中的失败者。他们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甚至连死亡之后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电影真正想讲的从来不是鬼怪，而是那些在现实世界里活得像鬼的人。他们被规则束缚，被欲望驱赶，不断挣扎，却始终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倩女幽魂》最厉害的地方，他没有把时代焦虑直接拍出来，而是把整个时代藏进了一座兰若寺。观众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是奇幻、爱情和武侠，长大以后再回头看到的却是1980年代香港社会最真实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倩女幽魂》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鬼片，它真正拍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梦。我一直觉得经典电影最大的魅力并不是每一次重看都会勾起同样的回忆，而是每长大一点，你都会读懂一些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电影里的兰若寺或许早已消失，但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可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兰若寺。有人在那里迷失，有人在那里成长，也有人在那里终于学会了告别。这或许就是《倩女幽魂》留给后来所有观众最大的意义。最后留2个问题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如果没有1980年代那个充满创造力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倩女幽魂》这样的电影今天还有可能诞生吗？还有，今天的我们会不会也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兰若寺里？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种有观点、有深度的经典电影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这里是瑞元娱乐档案，我是瑞元，我们下期见。